北京深夜上空，军机轰鸣划破云层，却不是演习，而是一场无声的权力转移信号。7月2号，一条被官媒遗漏的人事变动在网络缝隙炸开。周鸿许这匹从未现身公众视野的黑马，悄然接过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密钥，这个位子堪称中共军队的神经中枢。更劲爆的是传闻背后的推手张又侠，中共军委副主席，实战派太子党。周鸿许一路在张习系统扶持下成长，如今直升军权核心，意味着军中真正握枪杆子的那双手正在悄悄换人。而最高统帅习近平呢，他依旧出席，依旧受礼，但越来越像被安排站位的道具。当年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戏码，如今似乎在他身上重演。军权变天，实锤了。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7月2号，独立时评人蔡胜坤爆料说，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已由周鸿许接任。蔡胜坤认为，周鸿许出任这一职位，大概率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推荐和介绍的，并且对周鸿许的军事素质及其指挥能力考察的最后把关也是张又侠。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是中共军队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位置，历来被视为掌握军队实权的隐形要职，类似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不仅负责军委日常运作，更对将领任用、军内机构调整、军委主席形成与机密层级负有直接管理职责。其人选往往代表了当前最高领导人对军权的掌控程度。江泽民时期，贾廷安以大秘身份担任此职，帮助江深度掌控军队运作。习近平上台后，则将来自浙江旧部的钟绍军安排至此，意图借其亲信之手牢牢把控军队。然而，钟绍军在火箭军事件后遭质疑，所提拔人选多数落马。早前传出其已被边缘化，调往国防大学任政委，形同技术性出局。胡锦涛则是反例，在其执政期间，没有安排或无力安排自己的人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因此他始终没有真正掌握军权，留下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说。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周鸿许此次职位变动，目前未见官方正式宣布。不过，中共暗搓搓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此次属实，显示习近平对军方的实际掌控正在迅速松动。周鸿许是一个特别的人物，过去与习近平并无交集，但与张又侠则有较多的联系。据蔡胜坤梳理，周鸿许早期在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担任参谋，1998年出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炮兵师作训科科长，2000年担任某团参谋长，2005年担任第14集团军某炮兵团团长。2006年，周鸿许作为优秀指挥官，入选中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颁布的全军优秀指挥官或参谋人才名单。2008年，他率团参与贵州雪灾和汶川地震救灾，获得1等功，进入高层事业。其后职务逐步晋升，最终于2021年出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并有传闻称其兼任习近平政治秘书，显示其接近核心权力圈。1990年至1994年，张又侠任第14集团军第40师师长。蔡胜坤表示，张又侠有条件比较全面、切实地了解并掌握周鸿许的情况，而且还可能与周鸿许有过若干直接接触。周鸿许升迁的主轴显然不在习近平系统，而是在张又侠的影响范围内。因此，有理由认为，周鸿许是张又侠推进布局中的关键一员。此番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很可能是张又侠进一步巩固在军中话语权的动作。过去1年来，中共军中接连爆出人事震荡，李尚福、苗华出事，何卫东存亡未卜，7名中央军委的配额中，目前已缺少了3个。而周鸿许的升任是一次技术性人事调整，更是一次深层政治讯号的释放。他表明，
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元老、现役高层与军委副主席交织主导的过渡管理集体。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快速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不止中文圈，英文圈也在热传此事。近来，多位海外资深情报观察人士相继对中共高层的权力走向发表意见，即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前美国高级外交官格里戈里·斯雷顿、印度英文媒体 CNN News 18后，美国战略分析师科普利又向媒体释放了一些更敏感的信息。日前，科普利在 CBS 的访谈中表示，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习近平已被赤裸裸地剥夺权力，其亲信要么被干掉，要么被控制。但中共高层不希望展现出一场革命式的政变风暴，因此他们让习近平继续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会小心控制他的行动。科普利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处于一种集体领导的模式，最后的收尾步骤可能在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甚至可能推迟到11月才完成。科普利还提到，预计汪洋有可能接替习近平，而习近平本人也同意了这一过渡计划，以换取自身安全。科普利并释放了一个相当敏感的信息，他说，美国总统川普也在配合演戏，因为无论是川普还是中共当局，现在都希望尽量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科普利还特别强调说，川普原本乐于推动习近平甚至中共下台，但现在显然意识到这种局面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太大、太突然，因此川普不再愿意冒险，他不再坚持推动中国或伊朗的政权更替，而是采取了保守做法，至少在彻底摧毁中共这件事上如此。时评人唐靖远认为，科普利释放的信息与近期的传闻基本一致，川普不可能对中共政局的巨大变化和异动完全不知情，他其实早就知道很多事情，但倾向于求稳。习近平突然被剥夺权力，甚至中共可能垮台，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没人知道若以突变方式爆发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川普没有表现出主动促成中共政权更迭的想法。上述种种说法与近期习近平出席多、发言少、影像模糊的公开露面模式相互印证。习近平虽然仍在台面，但未必仍在局中。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